Welcome to the Holistic Human Podcast, where we explore the 6 petals of well-being and ways to unlock our full human potential. Let's dive in. 今天是12月2号早上11点今天我们有王来信中医师来我们的这个播客早安，王医师。早安杨医生早安早安，大家早安。早安王医师是一名有40多年的那个行医经验的医师，他出过2本书，然后有广泛的兴趣除了懂中医，他也懂算命易经大凯唱歌，他其实是有广泛的兴趣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八字的资讯医师我们好奇一下，什么让你对八字有興趣呢？其实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在做兵嘛，那个服兵役嘛，73年的时候，我服完兵役之后呢，我也在想，因为我们是那时候的书也读不多，没有说读到大学之类的，所以变成是面对了一个找工作或者赚钱的一个局面，怎么样要打开这个局面呢？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个选择。第一呢，我们没有一个专长，第二，我们当初是华校生，华校生当然要考虑我自己的问题。那时候，我懂的是华文，这样我要从华文上面的那些文字呢，去找一些东西来学习的话，我就发现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我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在中二、中三、中四那时候呢，我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他帮左右邻居翻一些通书啦。原来如此。我也好奇他翻了通书之后，他就左右邻居，他就讲说，你让我了解要用什么方法来拜，买什么东西来拜。我父亲那时候就打开那个通胜，就会写下他们要冲犯的那方向之后呢，位置之后，他们就写下要拜的一些材料嘛。结果很多时候他的病情也好了。我也在奇怪，为什么这个左右邻居也会相信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去问，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也好奇心去翻阅那个通胜。因为华文字我懂嘛，但是意思我不懂那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去找。12地支里面呢，通胜里面讲，12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找字典，然后发现到他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时间然后时辰是冲到了什么东西。我父亲可能在这方面就下功夫了。但我又去了解进一步说十天干，十天干，我又自己去找字典，把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10个呢跟12个组合之后呢，我就很兴趣的去自己看通胜。原来我也看得到，我也会找。那时候我就关键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师毕业就空闲嘛，我就在这个空业时间里面就去看这些资料，逐渐的把我往后学习这个道家文化武术这个学问呢，打下了一些根基了。加上我们学习英文嘛，要了解这个英文字母嘛，我们在事先呢，我已经知道天干地支的一些窍门
嗯所以我也跑去翻阅这个八字的书哦，嗯这一翻呢、不得了，结果我好像似懂非懂，好像看下去又给我了解嗯让当初呢我也找了一个师傅嗯给我指点一下，结果呢从此呢就走上这一个学习的八字的路上啊。当然在学哇习过程中，我兴趣什么呢？嗯当然我兴趣的就是我想找一份工作，嗯我想我自己也没有这个钱财的问题啊，所以嗯当然我想，如果我不想去相信别人，那我当然自己下功夫啦嗯因为我自己下功夫做呢，就一直研究到今天呐、所以我嗯还是继续在看这些书了，把古人呢也留下大量的资料给我们，嗯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八字？嗯其实八字它不是一个迷信，嗯迷信是因为看的人呢戴上了有色的眼镜呢去嗯看这个学问，所以嗯造成这个学问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呢，他说你是搞迷信，其实它里面的学问呢，你就是大学生也好，就是很有智慧也好，嗯你来看，嗯你也看到满头雾水，嗯因为他还是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嗯把那个重点呢抓住之后呢，我嗯们才能够深入的去进行这个分析了解。它其嗯实是一门大学问呐、嗯我们可以花3年4年读大学，其实嗯这个八字呢，我们可以花10年，花3、5年都要的，这个时间都要花的。所以这嗯个学问不是你要懂马上就了解，不是没有这回事了但嗯是我们也会逐步的跟大家分享啊嗯嗯，对，啊，我也是相信，像八字或者是风水，嗯，不明白的人可能就说迷信啊，但是他们记载下来的东西，就是他们观察天然事物啊，观察人景啊之类的，然后古人观察很久很久，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察的东西记载下来，就变成了一个就很像地心吸力这样子的东西咯，就是可以被观察的东西，我是这样子相信。啊，对。其但是实这个嗯八字呢，嗯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呢，嗯已经有整2000年的时间了嗯所以这个时间里面呢，为什么古人愿意去研究，是把这个肩胛结构研究出来之后呢，加以去了解人生的一个路途八字只是一个指引，它是一嗯个方向就嗯好像我们搭船在嗯海上走动的时候看嗯到个灯塔，灯嗯塔就相当于这个八字，它嗯是给船呢一个嗯指引，而嗯这个八字呢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指引，指嗯引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就说我们讲大家都有孩子吧做父母亲的都关心，好像一个女儿吧要出嫁，嗯，对不对？要对，嫁给怎么样的呃配偶，嗯丈夫或者这样怎么样的男孩子，嗯对自己的女儿比较一种保障嗯这个做父母亲从小都关心孩子的一个前途了。嗯，对，但是在婚嫁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可以做一个所谓的预测或者一个预防。如嗯果说这个男命我们讲女孩子要跟他深入的了解，准备要结婚的话，我们就事先了解这个男命他的这个事业啦、工作啦、赚钱能力啦，会不会很理想？其嗯实从这个八字里面是可以观察到，如嗯果他是事业、钱财都很好的话，这个女儿如果嫁给这个男孩子呢，他一生无忧可以这么说了，对不对？如嗯果你嫁给一个八字当然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加以去这个弥补，了解，嗯说，哎，我嫁给他之后呢，将来的路途怎么样的？当然有些人讲说无所谓，我爱的是爱情就是一起同苦了共苦，同甘苦，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呃，从八字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啦，嗯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比如一个人的工作，嗯他到底要走哪一个方向？
啊，所以我就想到说，有些人是可以适合做军人，可以适合做警察，可以这个做教师啊，可以做这个医生，各式各样的行业，其实从八字里面呢都可以进一步了解。对不对？嗯所以我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八字的学问呢，给我们人的一个路途上啊，嗯它是一个指引的方向啊。比如嗯你没有这个呃没有这个能耐力，哦，这我想去做警察，嗯我拿刀拿枪，对不对？人嗯家拿刀拿枪没事，他拿刀拿枪啊，这一嗯下子出意外。所以到嗯底这个八字有没有，其实都可以知道，可以了解的，只是我嗯们要花点时间呢去学习。当嗯然，我们谈到八字，讲了这么多，嗯其实它的金价结构是怎么样来的？嗯哦，当然我们讲八个字嘛，八个嗯字就是我们是以年生年呐、嗯这个生业跟我们的生日还有生的时间呐、转换成我们的刚才一开始讲的10天干12地支的那个干支的组合了嗯啊、所以有时这个干支组合排出来之后呢，就有八个字嗯啊、所以这八个字里面呢，我们就去加以分析，它里面呢就有一个重点，让我们加以这个要分析，怎么样找到它的平衡点。嗯，八个对，字里面就有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我们中医看病啊，嗯也是要找一个平衡点，用药呢也是要一个平衡点。嗯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嗯中国文化这个平衡的这个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嗯怎么样去把这个干支呢组合写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要通过万年历啦，通过万嗯年历。当然嗯现在电脑科技很发达，嗯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现在的人呐、嗯尤其台湾呐、他们早在30年前已经把这个年月日时呢加以电脑化，嗯所以早期30年前我在开始学的时候呢，我要学习排盘，排嗯，盘就是把那个结构排出来对，然后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只是输进电脑里面找出年月日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一张完整的一个八字的结构了。所嗯以在这个时候学习嗯可以讲是非常的轻松啊，只是怎么样去论断，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加以看嗯看这个八字的走势跟嗯论断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很多时候大家兴趣这个事业上面我想有剩余的钱了要投资，嗯这个投资过程中你要什么时间进场，什么时候进场，好像我们一年有4季吧，嗯春夏秋冬嘛，嗯我们要在春天，还在夏天，还在秋天、冬天，时间上面呢，哪一个比较适合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八字去理解当然投资有很多种嘛，现在市面上投资，你可以投资不动产嘛，嗯对不对？可以投资股票嘛，嗯可以投资这个买卖嘛，各方面都有。当然，很多时候就有顾客问我了，他嗯讲，我适合跟我的朋友合作做生意吗？嗯所以这个时候嗯我们就要了解双方面的八字。如果我们的八字里面的一个名词叫比肩比劫，这个强而有力的话，它是告诉我们你是适合跟朋友合作投资的嗯有一种呢，你跟朋友合作投资的话，很多问题出现的。那嗯时候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这个八字组合，他们不可能找朋友合作的。有时候嗯我们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嗯把我们生意搞起来。嗯有些是合作之后呢，产生很多摩擦，
嗯，啊，对，朋友是如此，兄弟也是如此。所以有嗯时候我们在想啊，嗯这个八字的组合呢，给我们的讯息太多太强啊，嗯只是我们呢，很多时候往往怎么样，我们就抱着一个怀疑的一个心态。嗯我这个八字很多人四面都懂，嗯我到底要找谁，我才能够值得相信？嗯这个问题就来了，对不嗯对？在嗯你讲之后，他到底可信不可信，嗯又是第二个问题了啊。那个人然后，会不会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他讲的东对西可信不可信？对，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去相信他，当然没有错啦。嗯你可以凭你的忍耐力嗯去做你要做东西，嗯但往往呢，很多时候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哦。在嗯我看过很多例子，我嗯曾经一个印象很深，有一啊个做生意人，他嗯合资啊，嗯一个人10万，嗯10个人就100万，嗯，他就找一管理员哦，个工程来做，嗯，这工程一做下去啊，第一场然后就垮掉，怎么会？对不对？所以你说我有了100万，现款100万，嗯我应该可以把这个生意搞起来吧？嗯结果人家搞没有事，还搞起来啊，嗯工伤意外出现哦，原嗯材料涨价，种嗯种各方面的东西出现的话，他估计的100万呢，嗯根本就没法子了哦。所以嗯很多内部的因素呢，我们也不知道了，因为他们如果说不讲的话，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就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工程就停摆了啊，就不做嗯了啊。所以那嗯个时候呢，我们讲很多这样的一个八字的组合呢，嗯其实可以给我们了解的啊，可以给我们了解啊。OK 刚才意思你说那个八字像是一个灯塔指引那个海上的船，然后我个人方面的理解呢，就是说无论你是算命啦，无论你是用什么方法算命都好，它是有一些根据，然后它告诉我们的东西未必就是定在就并不是很像刻在石头这样子啦，它就很像你篮球你要投篮，那个篮在那边，他就跟你讲其实那个篮子那边，但是我们过这生活的时候，我们投的时候未必会进那个篮的，然后可是它就在偏那么一点点，偏左边偏右边一点点，然后它就是一个指引，然后所以说也不是说定了就一定是定死了，它还是可以有办法去，如果是厄运的话，可能八字也可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怎样调整我们的心态，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对吗？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啦，嗯我们是给自己的心态嗯左右啦嗯啊。当我们遇到一个瓶颈或者遇到一个事件嗯没法子突破的时候，嗯我们也会心里面往往想什么，找菩萨指引，对不对？找菩萨保佑啊，对，能够度过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事先呢八字呢也会知道这些问题，只是现在我们的前面摆在前面说，要等事情发生之后去找菩萨保佑呢，还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后呢，做一个预防跟一嗯个预测？嗯对，所以这个预防预测就是我们讲的人嗯跟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嗯你抱着那个怀疑的态度的话，嗯当然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用去谈下去了。所以嗯我们找菩萨拜拜，我们嗯要诚心。找嗯我们也是一样道理。如果嗯你没有一个诚字的话，你没嗯有一个信字的话呢，我们也很难施展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有对，些人讲，你相信八字，为什么你不先发财，对不对？你先发财给我看，那我再相信你。对，问题是我们刚才讲过，八字的指引做什么的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身上没有财，这个八字没有财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财它也分两种，一个正财、偏财。你会很辛苦赚这个钱，也得不到这个所谓偏财，对不对？人家买 4D 一买就中，我们买 4D 买了一世人都中一次两次，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信不信，那就由每一个人的看法呢嗯哼去判断了。当然嗯到了
这个阶段我不信任何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自己怎么样下点功夫啦，往里面去深入学习跟研究。对对对。另外一个方法我可以比喻的就是很像天气预测嘛，这个八字也是一个算是天气预测咯。他跟你讲会下大雨，会打雷雨，你就偏偏不要打雨伞的话，有事情你就自己担当咯，是不是？对对对。OK， 好。所以这个学问呢，作为一个预测跟预防呢，其实这个思想上面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所以说呢，问题是说，我不像我早期20岁的时候，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不的那些人的讲话。我说你的学问会比我强吗？当然，我们就要自己下功夫啦。所以这一下功夫呢，到今天我还是抱不住这个八字的知识，对不对？所以间中我也有跟人家这个看八字啦。最重要，我通过八字能够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父母亲的孩子就是结了婚啦，生了一些新生婴儿baby 啦，新生的。第一，他要建起一个名字，他们就会找我啦，然后告诉我说他想取一个名字，像怎么样的这个看法做法，他也要了解。所以第一呢，我会把这个八字排出来了，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去找这个八字的平衡点。我们有一个名称叫用神这个用神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婴儿本身呢，它是用神是哪一个字？我们有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嘛，所以这个五行如果是木的话，连我的用神呢木，我就要加以把这个木的力量呢去配合它的名字啦。所以这个名字学呢，我一路来都做了很多啦，因为很多老旧的顾客，好像第一代的给我们看了之后，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现在都已经来到孩子都已经20-30岁了，然后生了孩子，然后我们还是有的做，他们也会继续找回我们啦。所以有时候某一些东西呢，我们比任何人还强的啦，所以还是说我宁可花点钱给你，然后呢，你再跟我算把这个婴儿的名字算好，然后算得漂亮，因为我们是学华文的嘛，所以华文这方面比任何人还强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用神找出来很重要，我们不直接算笔画啦，有一种是算婴儿的那个八字生辰不需要的，不要，他们不看了，直接找姓名学，然后找那个笔画的吉凶把这个名字找几个，然后配合起来我的天地人格总格全部都是记交差的。这个是那个英文叫做 numerology 那个吗？是吗？其实这个华文上面呢，它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把这个八字的组合最重要，所以八字的组合生下来之后呢，算出来之后，我们这个重点啦，当然在我算八字的过程中，我也碰过，有一个夫妇，他也告诉我，意思我准备为我的婴儿剖腹生殖就是我们开刀动手术，把孩子生下来。cesarean section， 对，对，他就叫我找一个时辰给他。他讲医生交代我要早上8点到12点，其他时间他不做，半夜他不可能做。对，这半夜你打电话给他在睡觉，不要，你跟我约8点到12点，我们找一个时间。好了，你要选时间我不管你，你找谁选都可以。你要跟他讲早上，就跟我们讲早上结果我们通过这个八字呢，也帮他找了，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往往呢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啦。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对对对，对不对就想不想继续听下去？想。所以有时候我们叫
尽人力嗯而听天命。对，所以我们明白做事情啊，嗯通过了这个八字的指引之后呢，我们当然要尽能力去做，你做的最好的，而要听天命，嗯是吧？当你通过很多事情的波折的时候呢，这句话我相信对于某一些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兴趣或者一个慷慨，就是说，哎，我尽了力了，为什么我生意总是失败？我尽了力嗯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总是不对劲？嗯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所嗯以我们的中国道教文化呢，就强调天人地对，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不要配合天人地哦？所以我们从古到今啊，嗯古人留下的这智慧啊，嗯他也是非常强的。嗯第一，他不要跟自己斗，也不要跟天斗啊，也不跟别人斗，他只是尽我的能力去做最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呢？嗯可能古人也是了解的，一路走来啊，他嗯们也是会遇到波折嘛，对，他们也想从中去突破。为什么我做事情的这个境界都不顺哦？所以变成是这个八字那个时候啊，应这个景而生呐、所以嗯我很多时候是谁在看，很多时候都读书人，农夫没有兴趣的。以前的人是啊、农耕社会嘛，还有对，这个商业社会嘛，什么叫工业那些东西，那个时候古时候还没有开发的，嗯只是商业经商，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做官呐、嗯所以做官的时候，他们要平步青云嘛，嗯要一直生计嘛，哦，所以谈到这个官的时候呢，就是八字本身啊，它已经是非常精彩的告诉我们，这嗯个人的八字呢，官运好不好？所以嗯，现在的我们做什么呢？做官我们看到的就是做一言嘛，对不对？一言对，也是语言官嘛，对不和部长，对？在这个一言过程中，有些人做的很顺，有些人做到一半呢就退场了。发嗯生的事情呢，大家也看得到嘛，嗯对不对？对，啊，通常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异性嘛，嗯对不对？男人呢是面对女人嘛，嗯女人呢面对男人嘛，所以嗯这个所谓的桃花运的这个说法呢，八字里面也很清楚的给我们做个交代嗯所以信不信呢由你啊，就是嗯我们讲这个学问呢，如果大家要嗯讲的有根有据的话呢，这个理论性要非常强。它这个嗯理论性你一旦掌握之后呢，嗯我们整个八字的力量呢就可以发挥出来嗯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今天才爱，跟事业嗯都很强很好，对不嗯对？我们做父母的就一生无忧了嗯只是很多时候不是你我可以掌握的了嗯所以刚才我讲，剖腹生子是一个方法啦，嗯对不对？如果你想，哎，我要生一个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刚才我讲过一句话嘛，尽人力听天命嘛，嗯对不对？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通了想不通，我们下一期呢，我们可以再去分析嗯我这个谈法，对不对？嗯了解一下。当然，刚才我讲整个八字的组合呢，嗯年、月、日、时当然我们还有一个10年的大运嗯所以这个10年大运呢，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嗯他有10年、20年、30年的好的运气了。嗯八字排出来的这个先天命，嗯先天命加上后天运好的话嗯我们可以讲是一帆风顺、一路平安所以嗯说的在职场上也是平步青云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样去正视这个八字的结构呢？嗯所以我也在这边可以鼓励大家不妨从
自己开始自己懂一点，你在听人家讲的时候呢，也不至于完全被蒙在肚子里面对对，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知识力量呢也很重要了。你不要基本说知识一定要有，啊，你不要做误信人家或上人家当的时候呢，你本身的智慧不强的话，那你就很容易陷入困境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来一起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事业啦、工作啦、我们的这个夫妻啦、父母啦所以有一些八字里面他很早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去分配产业、分配钱财，都有的里面都可以知道的。只是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这个了解那我们再看什么时候进场，对不对？很重要当然我们讲天干地支的组合呢，古时的人真的下了很多很多功夫刚才我们谈过说，风水也好，八字也好，都是用在时间上面的比如风水来说，我们通常建筑公司的老板，他告诉我说，哎，你找一个时间给我开工动工就是往那个好的时间。我说好的时间还不够，我们建筑的场地里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方位嘛。所以你要有方向，还要加上有方位。我叫你把第一个地基对，打下去的时候，那个时间跟那个方向方位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叫天时地利人和嘛。所以我们就是不与天斗嘛。我们要顺应现在的这个时机嘛。所以我们就是立不败之地啦。所以古人强调一句话：趋吉避凶所以这个趋吉避凶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大家其实都不在乎啦，不在乎，因为我也不明白什么叫趋吉避凶就是告诉我们要往好的上面去靠近，而避开那个凶的。当我们知道一个路面上前面出现一个大洞的时候，你要再往前走呢，还是要绕开那个大洞呢，继续往前行类似这样的意思。如果你继续往洞里面跳，那不糟糕，你看不到那个洞，你不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这个给我们事先看到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事先怎么样做一个防范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间观念这个我们讲八字呢，生下来的那个时间很重要。古人的社会是分一年是四季嘛，春夏秋冬嘛。时间呢，我们有什么？早上嘛，中午、晚上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间上面的配合，那我们重点来了，大家可能会想了解一下，你讲了这么多八字，到底它是以什么作为根据？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我刚才讲过，时间非常重要。所以古人呢也明白，我们地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嘛。这个春夏秋冬呢，不是你跟我定下来的，是一个规律，太阳自然界一个力量。把那个周期一年365天，他们在周转的时候，是吧？太阳、地球、月亮然后把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它产生了春夏秋冬嘛。所以我们人呢的命运一生中也会受到这个四季呢所支配了。所以我在想深一层的问题。比如我准备说哪一个时间生孩子，我可以控制吗？怀胎每个都懂嘛，10个月嘛。当然，如果说什么时间怀孕，我们这个就是可以推算嘛，列推算嘛。说比如我们现在是12月，明年10月嘛，秋天嘛。但如果我想生一个孩子的话，
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加把劲嘛，把这个这个怀孕的可能性提高啊。然后怀孕了，一旦怀孕了，就10年，我们就可以断定它是在秋天出世的孩子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啦？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说我在年中怀孕，到了明年的10月份呢，就是在4月嘛，对，这样的累计的一个推算法啦。但是现在人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没什么兴趣，就是反正怀孕就怀孕了，就什么时候怀孕也无所谓了，把孩子生下来才打算，对不对？因为当然没有这样细现在心了。怀孕的那个率，因为精神压力啊，连那个生产率都跌了很多，所以有孩子他们就很开心了，他们也管不着这个东西。明白，实际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要一个策划，对对对，多少都是一个策划，婚前婚后，我们讲这个生孩子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说所谓的那些家庭辅导啊，是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讲八字呢，只是一个啊课外题啦，把这个八字里面的这个力量呢，结合起来，那就更完美了。对，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当然生男生女那些问题啊，在八字里面呢，其实是早期的人都很讲究的，很讲究的对，所以他们叫传宗接代啊，马虎不得，都非常神圣的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了。现在的人没有了啦，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概念已经不要了。就是反正他讲，哎，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不重要了，大家在一起快乐就算了就是其他东西都不谈，因为这个为什么？就是平时我们的修养，非常的重要，平时我们的这个学习呢也非常重要。当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这个健康的身体啊，在我来讲非常重要。当你父母亲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的比喻说，我有一个好的工厂，我有2个好的工厂结合起来，我生产出来的这个下一代，当然这品种方面就比较优良啊。当你在身体病痛的时候呢，你去勉强生的孩子呢，你的先天已经输掉了，对不对？先天就是我们讲我们的精子啊、卵子这些这个品质上面呢都已经受到折扣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生出孩子，跟面对别人的孩子强有力的挑战呢，你根本就是输家，对不对？输家。为什么人家读书可以一帆风顺那你现在读书一波三折，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很多因素啦，也不是我们你够理解。但通过八字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个困境是什么有一些人是不适合读书的，你叫他读书，他要死要活；你叫他经商，他一下子赚钱了，所以他就经商赚钱的时候告诉你，我不读书我也是可以赚钱的。就是这个例子很多很对不对？多这样的例子。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这样聊一下，哇，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相信大家听的过程中呢，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叫杨医生你可以安排一下吗？什么时候可以开班什么时候让我有学习的机会让我们有两个配合一下。观众有这样子问，观众有问你什么时候开班？另外观众问你可以不可以帮他算都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给观众了解，就是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带出来，所以因为我们是通过电脑把那个软件我有买了一套了，那个叫八字的软件当我们把这个年月的时输上去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手上呢都要有一个这个结构图八字的结构图了。我们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打印给大家。当然这个打印的过程中，因为要牵涉到打印的问题这个输进这个电脑的时间当然我们要收一些费用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有了这张纸之后呢，以后当我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面对这张纸去问我的问题我相信大家更容易在沟通方面呢也更方便然后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对，就等于给面对的一次免费的这个咨询嘛
那上课时间当然我就交给你，你去安排啊，看看那个顾客群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时间会比较适合，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来授课，啊，要这个Zoom 上课呢，还是要上来一个课室里面一起上课呢？我觉得啦，很多时候上这种八字课啊，面对面呢会更强更好一点。他们问的问题呢会很更多啦，想深入了解更多啊。当然，这个学生方面呢，要找地方呢，就是大家都是要这个考虑一下啊，就我们要去事先有多少个人报名啊，那我们的课室要找多大的这个Zoom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后边安排。好的，对，就交给你了啊，交给你杨医生，你在这方面就花点时间去进一步的跟大家联络一下啊。当然我们讲除了这个八字啊，刚才我讲过健康很重要，大家很多时候忽略了我的身体怎么样才算健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也在想。毕竟我本身是中医师啊，在看病过程中，我听到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一个讯息啦，某某人进去 ICU 了，哎，3、5天啊，打个电话来，哎，走了，某某人走了，死了，时常都碰到这样的问题，老了，生了一场病了，然后进入这个紧急病房了，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就身体告诉我们，事先呢它是不健康的。但是怎么样让身体健康呢？我们讲就是一个问号。通过八字里面可以了解吗？可以的。所以八字里面很早告诉我，他的五脏六腑呢，哪一个脏腑是要加以预防的，加以这个把他的力量呢提高那个所谓的免疫力，提高那个功能，把身体的健康呢发挥到最高点了所以很多时候这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当然，我们讲可以通过这个药物了当然还有一个强项就是也可以通过你的那个冥想静坐之类的那个力量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直播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接下去有没有问题？观众有一些问题观众有问说那个八字讲那个五行的时候，这样取名的时候，就是说五行里面缺金，就把一个金字边放入名字；缺火就把一个火字边放入名字，是这样子吗？不是，不是，没这样简单没这样简单，不是的，不是说那个水缺水就沾点水，缺水就找一个水，也有人早期这样做啦，明白吗？这样说他们就是从名字里面可以去判断他这个应该是父母亲那一代，可能是找那些取名字的师傅那些去做的，他们也了解八字的，他算到八字的组合是缺水，他是把名字里面全部是加水的，这个是另外一派了，我们不学这个，我们是学的是现代的，当你缺的时候，缺木、缺水、缺金、缺什么时候，我们要从其他的方面呢来补救的，不是这样子单一。当然，这个我可以传授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很学的话，有兴趣为自己的孩子呢取名字看看大家在这方面有兴趣，我就加以去分享那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再看一下有一位说，他说很多大公司也相信风水八字之类这个不是问题，他只是说就告诉我们，他也发现到很多大公司也是这样子相信的，不只是个人，这个是我们一路走来了，大公司你知道大公司总是要请这个经理级的人物
对总是要请这个比较高层的决策人。对，这个时候他的八字本身的力量呢，就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来帮这个公司啊。如果公司老板请人的时候呢，请我们来要应征他的时候，应用他的时候呢，请我们来这个判断说他这个八字对公司有没有帮助。很多人都在找我了，这个东西已经是形成一个风气了。当然了，也有人不相信，不相信是你的问题，问题是你不得不信，就是你用你的这个一群的人去请一个工人，大家都想，哎，可以，同他谈吐之间都可以。当他一上来上班的时候，时间一久，1个月、2个月、3个月之后，哎，问题出现了，对不对？他只是用嘴巴讲，做呢他不行。日子久了大家在就原形毕露，日久见，日久因为谈的时候我们是谈嘛，做还没有表现嘛，对不对？对，没有说，哎，你来这个做一下，看这个工作表现怎么样。所以我们讲这一群人呐，在为公司做决策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他只是从谈吐里面呢，他们就决定说，哎，我可以用这个人，这个人谈吐很好，什么之类的，印象很不错。来做工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摩擦，对不对？就想办法把它干掉了，去想办法把它干掉啊。所以很多这种之类的问题啦。所以作为一个公司老板，当然，我在翻古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也谈一下那个国家国防啊，那些要驾飞机嘛，飞行员嘛，对，那飞行员他的那个国防部就讲，我要了解这个八字，他出去之后会不会平安回来？如果这个八字对他不利的话，这个时间就要不利，你出去做么？飞机没有，人就没有。他讲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排，哎，他很成功哎，每一次出去之后呢，回来都平平安安。但你说，当然他的方法当然不会跟你分享了嘛，因为他自己懂，我自己懂，我下功夫，那我自己在做自己工作，我去讲做么，讲人家也笑话嘛。但是我就相信其他东西的时候，他用的得心应手啊，对不对？就像一个国家的决策人，他要用这个人的时候，他等到往往事情发生之后呢，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就已经把问题呢发生了，结果出来了，然后你已经伤了元气，对不对？投资了不少钱在这个人身上，而且一事无补。就是当你这个人你要想提升他，做到这个部长，对不对？但是他不争气嘛，有了外遇了，就是故事一样样嘛。我们身边都很多这样的故事嘛，工作上也碰到嘛。一个经理生气了，钱有了，然后工作方面顺利了，哎，第三者进来了，对不对？结果呢，还是为了第三者事业又没有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只是说你现在公司的决策人用这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花点钱请我们做所谓的consultant嘛，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公司呢搞得稳稳这个很稳的发展这个也是无妨嘛。只是我们可以借助某一些力量呢来提升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好像说一个风水啊，我们讲办公室里面的风水，整个大厦里面的风水那我们办公室里面的老板他坐的位置或者哪一个房间都对这个决策者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这个时间上面呢，地方方向天时地利人和呢，三者都要结合所以我们看也谈了很久了，差不多接近1个钟了所以大家听得会累吧？他们还想继续再听，再更深一层的理解。不过可能我们可以对，因为我本身下午也是有些病人要看所以我就说这个时间呢也不很多，所以我们就我的话题就说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再见谢谢王医师谢谢，好，拜拜。拜拜。